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科学证实，中老年人因为年龄大，适应能力下降，在生命中就有一些应该提防的危险期，而70到79岁就是影响老年人长寿的危险阶段。70到79这段时期，人体的各种器官衰退较快，是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期，常容易出现高血脂、动脉硬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专家发现，在70到7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，每月平均有2次的健康问题，因而70至79这一年龄阶段被称为是危险的年龄段。老年人要想获得高寿，70到79这个10年长寿关键期的保健至关重要。想要安度这10年长寿的关键期，就要做到下面这4种最有效的长寿方法，助你度过关键期，健康活过100岁。1、饮食习惯。民以食为天嘛，还有一个古语叫做病从口入，足以见得吃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。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，包括消化系统、胃肠道、肝脏、胰腺等这些器官，都会逐渐出现衰退的趋势。吃的食物也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什么都吃，年轻的时候吃一点凉的、冰的、生硬的，好像也没有啥事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们吃的食物要尽量的温热一点、软烂一点，不然容易消化不良，出现肠胃炎等的症状。另外就是要多吃一些果蔬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，胃肠道的蠕动就会比较差，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果蔬里面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够帮助我们肠胃蠕动，有助于排便。至于说吃的食物的种类，其实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是可以吃的。有一些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不吃肉了，每天吃素，这样也是不行的，容易导致营养不良。赵先生是有口皆碑的老寿星，在有些人还在为能不能活到平均寿命纠结的时候，赵先生已经活过了90岁，距离100岁仅剩咫尺之遥。赵先生对养生的心得从来没有隐瞒。据赵先生透露，养生重中之重需要能吃以及会吃。一日3餐不仅需要严格定时，而且需要严格定量。身体需要补充什么营养就吃什么饭菜，争取实现营养均衡。为了避免暴饮暴食，吃饭只会吃到7、8分饱。为了避免狼吞虎咽，吃起饭来会细嚼慢咽，由此会为身体源源不断地补充更多以及更好的能量。赵先生的养生心得确实可圈可点，能不能吃会影响到寿命的长短，会不会吃会影响到健康的好坏。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的饮食中摄入过多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类的食物，就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，导致这些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堆积在肠道中，随着时间的累积，不仅会造成胃部的疾病，还会损害中枢神经，加快衰老的速度。老年人吃的过饱还会造成大脑代谢出现紊乱的现象，这是因为人在吃的过饱后，大脑内会产生一种生长因子，这种生长因子会导致脂肪细胞和毛细血管增大，从而引发脑部供血不足，诱发脑部的动脉硬化。老年人吃的过饱会造成身体的热量无法正常的排出，再加上新陈代谢变慢，很容易就会引发身体出现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冠心病等的疾病。老年人在饮食结构上还需要做到少食多餐，多食用豆类、鱼类等的食物，不要吃过凉的食物，要养成喝热水的习惯，这样有利于胃肠的健康。不过对于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，饮食结构尽量遵循医嘱，避免加重病情。2、适当运动。都说生命在于运动，无论是什么年龄，每天龟缩在那里，躲在床上总是不行的。所以即使到了70岁以上这样的老年阶段，也需要有合适的运动量。当然，每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都是有差别的，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。
身体素质好的，我们可以打球、跑步、游泳；身体素质差一点的，也可以打打太极拳、散步，哪怕是做一点家务、扫扫地也是好的。但是非常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安全，不管是什么活动、什么运动，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。老年人的骨质相对比较疏松，摔一跤可不得了，要么胳膊断了，要么腿断了，这一卧床可就糟糕了。在运动时还是需要注意运动的时间，一般运动时间保持在30到60分钟，不宜过长，否则会增加心脏的负担。不建议太早的时间段进行运动，由于早上的气温比较低，如果此时进行运动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心脏的压力增大，从而出现血压升高、心跳加快等的现象。运动时间选在早上9点到10点，下午4点到6点比较适合。这个时间段有利于促进肠胃道的蠕动，降低身体出现不良的症状。千万不要选择在中午进行运动，由于中午的气温比较高，此时运动容易造成血压升高、血液循环加快的现象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中午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午睡，这样更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有些老年人喜欢在晚饭后进行散步，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在晚上散步时需要注意的是，时间最好选在17点以前，运动的时长控制在30分钟之内。散步时不要过急过快，要保持均匀的速度前进，不感觉到疲劳为主。在睡觉前2个小时不要再进行任何运动，因为人在运动后体温会升高，大脑神经就会变得很兴奋，而且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段的时间，从而会影响老年人的睡眠质量。3. 一定要有生活的目标，这是对抗衰老的基石。曾经有团队专门的研究过世界上一些长寿地域老人的特点，这些地域也被称为是蓝色地带。发现他们一些共同点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目标感。在研究当中显示，有目标感的老人会比普通的老人长寿7年左右。如果您到了70岁左右这个年纪，千万不要因为年纪越大就放弃对生活的新鲜感的探究。建议您一定要找一个目标，比方说要完成一定的运动量，比方说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，读手工艺，听听音乐，写作或者是弹琴，哪怕重新再研究烹饪的技术，学习下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，多学习一下各种手机软件的使用方法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。就在前不久，与单位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大夫聊天，他告诉我，退休以后不想再返聘了，而是想到一些偏远的地区当义工，免费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，做志愿者服务，回馈社会，这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啊？最后要说的是，要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乐观的心态。忙忙碌碌了一辈子，付出了很多，得到的并不一定太多。既然到了这个年龄，也不必想太多了，儿孙的事情就让儿孙去办好了，想太多也没用，改变不了什么。每天愁眉苦脸，思考这个思考那个，也是过一天。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心情愉快的，也是过一天。笑一笑，10年少。乐观的心态，愉悦的心情，还有助于身体健康，有助于血糖血压控制，防止老年痴呆。从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，心情乐观的老年人比同龄人要显得年轻，身体状况也要更健康一些。大部分长寿的老年人都具有开朗乐观的心态。老年人的心态好了，那么饮食、睡眠等各方面都会有所保证。这样的话，身体的各项器官就能够正常的工作与代谢。也就是说，老年人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这点很重要。长期稳定的情绪能够让老年人的心理变得强大，从而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平衡，身体自然就会健康长寿。对于70到79岁的老年人来说，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上4点的话，说明你还是很重视自己身体的保养。只要做好定期的身体检查，就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了。
祝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健康长寿，活过100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